温情简直是要崩溃。魏无羡现在的身体根本就不行，孩子一出生抱也没有抱一下，亲也没亲一下，连名字都没有取，就这样离开了。魏无羡一出伏魔洞，看着外面场景，眼里的冷光更甚。温宁满身都是伤，但是他没有感觉。姚宗主率先看见魏无羡，昏沉的眼里闪过一丝疑惑，不是说他魏无羡怀疑怀孕了吗？看样子也不像是怀孕的样子。魏无羡看着这些人，眼里带着红光，苍白的眼角猩红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，手里转着陈情，然后放到嘴边。笛声响，万鬼从。魏无羡周身漫漫都是怨气，乍一看就像是从地狱来的鬼一样，前来索命。姚宗主看见魏无羡，到底还是害怕的，但是害怕归害怕，气势上不能输。魏无羡，你死到临头了，还不老老实实的交出阴虎符？魏无羡冷笑了一声，冷冷的说道：就你也配？姚宗主气的脸都红了，厉声道：给我上！魏无羡肯定不会让人近他身，他身边有那么多走尸，这些人也不敢拿自己的小命来冒险。但是他身边的走尸被杀掉一只，魏无羡的脸色就惨白一分。魏无羡其实就是在争取时间，他知道等不到蓝湛回来，是死是活，他已经不在意了。但是魏无羡看着这些乱葬岗上的老弱病残，拿着自己耕作的铲子铁锹当做武器的时候，魏无羡还是恨透了这些人。姚宗主看出来魏无羡已经支撑不住了，眼里带着得逞的笑意，大笑地说道：魏无羡，你死定了！不知过了多久，魏无羡突然吐了一口鲜血，脸色惨白如纸，身体像是没有支撑点一样倒在了地上。姚宗主看见了，立马拿着剑就飞身过去，眼里的兴奋再也没有遮掩。就在这时，魏无羡听到后面一声怒喊：魏无羡，你去死吧！魏无羡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一剑穿透了胸膛，血滴在了地上，就像是开了朵朵艳丽的花。蓝忘机拼命赶来，看到的就是这个场景，他看见他的魏婴被一剑穿胸，当场就愣在了原地。魏无羡好像有感应一般，往蓝忘机的方向看了看，他真的看见了他的二哥哥。魏无羡笑了一下，张了张嘴，喊了一声：蓝湛。蓝忘机好像大梦初醒，立马飞身过去，把魏无羡扶在了自己怀里，他浑身都在颤抖。魏婴。魏无羡靠在蓝忘机怀里，轻轻地了一声。蓝忘机声音悲泣哽咽，他喊道：魏婴，你看看我。魏无羡用尽全力抱住蓝忘机的脖子，他胸口太疼了，他浑身都疼。他轻声说：孩子，在伏魔洞，是一个男孩，长得很像你。蓝忘机点了点头，心疼得无法呼吸。魏无羡又说了句：我没有给他取名字，免得他长大了嫌弃他爹爹取得名字不好听，你给他取吧。蓝忘机摇了摇头，轻声说：你取。魏无羡已经没力气了，他浑身都在疼，冷得他打颤。他靠在蓝忘机的肩膀上，对着蓝忘机的耳朵说了声：二哥哥，喜欢你。他藏在心里一直不敢说的话，到死才肯告诉蓝忘机。蓝忘机眼睛蓦然睁大，眼里闪过一丝晶莹的泪，他紧紧闭着眼睛，眼里的悲伤看得魏无羡心都碎了。魏无羡轻轻笑了一声，道：别哭，他已经没力气哄他二哥哥了。手悄无声息地落下，那一双桃花眼紧紧闭着，他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众人也没有想到是这样的场景，顿时愣在了原地，不知道该干什么。蓝忘机抱着魏无羡，眼里的光落下了，他的世界塌了。蓝曦臣看着面前的这个场景，素来温润如玉的脸上也出现了裂痕，看着坐在地上失神的弟弟，心里越来越堵得慌。蓝忘机神色平淡，看着怀里已经毫无声息的魏无羡，除了眼睛一些红之外，看着和平时并没有什么异常，但是蓝曦臣分明清楚地看见了蓝忘机眼里的愤怒。他一只手抱着魏无羡，一只手慢慢地拿上碧尘，浅色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的情绪，看着面前的姚宗主，就好像看着一个死人。姚宗主看着韩光君这个样子，脚底忍不住的打哆嗦，双腿都在打颤，道：韩光君，这可不是我杀的呀，是他杀的，不是我呀。蓝忘机冷冷都看着姚宗主不吭声。姚宗主简直要被蓝忘机的这个眼神吓得魂都没了，他情急之下居然拿起剑，一下封喉，就把刚刚那个杀魏无羡的那个人给杀了，
然后把剑丢在了地上，说道：“韩光君，我把他杀了，就当是赔罪了。”蓝忘机缓缓地吐出几个字，声音冰冷刺骨：“你也该死。”姚宗主一下子就跪在了地上，语气都在打战。可是并不是我杀了魏无羡啊！蓝忘机眼底通红，语气更为冰冷：“是你带头围剿的。”姚宗主脸色灰白，刚刚心里终于把魏无羡杀掉的那一股高兴劲，瞬间就消失不见。人一着急就开始口无遮拦：“韩光君，你与这邪门歪道是什么关系？为何护着他？难不成韩光君与这邪魔歪道为伍？”蓝忘机一听“邪门歪道”这4个字，差点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他吸了一口气，碧尘在地上划了一个圈，闪过一丝冰凉的寒光。姚宗主以为自己说中了，刚想要继续刺蓝忘机，他就是咬定了蓝忘机是名门的韩光君，不可能会杀了他的。谁知道他刚要出声，忽然感觉胸口一凉，他愣了愣，低着头一看，碧尘直接一剑就穿胸。他睁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蓝忘机。蓝忘机一只手依然稳稳地抱着魏无羡，另一只手就把碧尘从姚宗主的胸口处拔了出来。蓝忘机冷冷地说道：“你话太多了，还是别说了。”蓝曦臣也惊了，喊了一声：“忘机！”他实在是没有想到，从小到大从不杀生的蓝忘机，居然一剑把姚宗主给杀了。蓝忘机看了一眼蓝曦臣，不吭声，直接开口问已经倒在地上的姚宗主，冰冷地说道：“谁让你带头来围剿乱葬岗的？”姚宗主嘴里吐着大口的鲜血，看着蓝忘机，口齿不清地说：“金。”光瑶说完便咽气了，他死不瞑目，到死那一双眼睛还大大的睁着。蓝曦臣一听这个名字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他想起刚刚在金鳞台金光瑶说的那几句话，明显就是在拖延时间。看着自己的弟弟，还有怀里已经没了声息的魏无羡，蓝曦臣开口道：“我去审查。”蓝忘机抬起头看着蓝曦臣，蓝曦臣苦笑了一声：“忘机，我不该拦着你来了藏岗。现在仔细想想，阿瑶的刚刚那几句话确实是在拖延时间。如果真的是金光瑶在背后搞的鬼，那蓝曦臣在与仁义这个道上是绝对不会姑息的。”魏无羡，魏无羡！忽然这个时候，伏魔洞那里传来了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喊叫声。蓝忘机眼睛一睁，他听出来这是谁的声音了，是温情的。他把魏无羡轻轻地放在地上，看了一眼蓝曦臣，然后起身缓缓地朝着伏魔洞的方向走去。温情在伏魔洞喊得撕心裂肺，他破不开魏无羡的这个结界，怀里的孩子也在哭，好像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爹爹不在自己身边了。